语言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沟通的媒介，也是文化的载体。在全球化的时代，语言的多样性和影响力都呈现出新的特点。据统计，世界上有超过6000种语言，但其中只有10几种语言被广泛使用。这些语言有着各自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也在不同的地域和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给我点赞，你们100万；长按点赞不松手，香车美女您都有。今天的搞套榜将为你介绍的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5种语言，我们一起去看看它们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和文化。第5位，法语。法语拥有近2.8亿的使用者，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罗曼语言之一，也是联合国、欧盟、奥委会和红十字会等重要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法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罗马人将拉丁口语传播到了高卢地区，后来经过多次变化和规范化，形成了现代法语。在11世纪，法语曾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仅次于中古汉语。在18世纪，法国和比利时的殖民活动使得法语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等地广泛流传，建立了许多法语社区。到了20世纪，虽然英语成为了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但法语仍然保持着其强势地位，不仅是欧洲社会的主要交流语言之一，也是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或通用语言。第4位，西班牙语。西班牙语来自西班牙北部的卡斯提亚地区，所以也叫卡斯提亚语。它也是一门印欧语系罗曼语族的语言。西班牙语仅次于汉语，是全球4.6亿人的母语。它也是全球第4大通用语言，仅次于英语、汉语和法语，有5.3亿人使用。西班牙语是21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或通用语言，主要在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等地。西班牙语的形成与西班牙的历史密切相关。早在公元7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通俗拉丁语就开始出现了与其他罗曼语不同的特点，形成了最初形态的西班牙语。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语经历了多次变化和规范化，吸收了阿拉伯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外来词汇，建立了统一的语法规则和政治法，并逐渐成为一门完整的文学语言。在这一过程中，卡斯提亚国王阿方索10世和文法学家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对西班牙语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第3位，印地语。印地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也是南亚最为通行的一种语言。它属于印欧语系的印度雅利安语支，主要在印度北部的德里一带使用。它和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乌尔都语都源自同一种语言，被称为印度斯坦语。两者在语法、词汇、发音和语序上都完全相同，但在书写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异。印地语使用天成文作为字母，而乌尔都语使用阿拉伯字母。此外，印地语借用了更多的梵文词汇，而乌尔都语借用了更多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这些差异主要是受到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影响。印地语代表了印度教传统，而乌尔都语代表了伊斯兰文化。如果把印度斯坦语当成同一种语言看待，那么这门语言的母语人口将超过5亿人，是仅次于汉语的全球第2大语言。但在印度内部，由于不同的族群、地区和文化，还有很多其他的官方或通用语言，如泰米尔语、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等。因此，全国仅有30%的人口以印地语作为母语，且大多位于印度北方的城邦。在南印度一带，英语甚至比印地语更有影响力。尽管如此，作为印度最通用的语言，加上印度庞大的人口，印地语汇集了多达6.2亿的使用人口，是一门具有丰富文化和艺术魅力的重要媒介语，也是南亚大陆上规模最大的语言。第2位，汉语。汉语又称华语或中文，是一种以汉字为基础的分析语，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族。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同时，它也是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之一，是大中华地区的主要通用语。汉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的商周时期，当时已经出现了甲骨文等文字形式。随着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更替和扩张，汉语不断吸收了其他民族和地区的语言特征，形成了多样化的方言和词汇。同时，汉语也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都有大量的汉字和汉语介词。现代汉语分为标准汉语和方言2大类。
标准汉语是以北京话为基础，以现代白话文为规范的普通话，是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方言则是指在不同地区使用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汉语变体，如粤语、闽南语、客家话等。每种方言都有自己的发音、词汇和语法系统，有些方言之间甚至存在不互通的情况。据统计，全球使用汉语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的人数超过了15亿人，占了世界总人口的1/5。随着中国在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的崛起，以及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传播，汉语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学习。学习汉语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和竞争力，更可以开启一扇了解中华文明和东方智慧的窗口。第一位，英语。英语是一种西日耳曼语，起源于英格兰地区，现在是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也是最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英语在全球有超过10亿的使用者，其中约3.5亿人以英语为母语，主要分布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英语的历史可以分为3个阶段：古英语、中古英语和现代英语。现代英语又分为2大类：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英式英语是以英国为中心的英语标准，主要使用在欧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等地区。美式英语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英语标准，主要使用在北美、南美和太平洋等地区。2种标准之间存在一些差异，比如拼写、发音、词汇和文法等方面，但并不影响交流和理解。除了这2种标准外，还有许多其他地区或国家的英语变体，如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印度英语等等，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学习英语也有很多好处，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和知识水平，更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和思维方式。英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也是许多学科和领域的基础知识之一。通过学习英语，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文化、艺术、科技和创新等方面的内容，也可以与来自不同背景和国籍的人进行交流和合作。好了，今天的搞套榜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收藏。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